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在讲今天这个故事前啊，大家来一起玩一个猜猜看的游戏。来，大家说说这张照片里的主人公大概多少岁？虽说揣测一位女士的年龄啊，可能多少有点不太礼貌，而且呢，在这个有化妆技术和滤镜美颜的时代，的确很难一眼就判断出这个人的实际岁数。不过绝大多数人变老其实并不是从出现皱纹或者是身材走样开始的。一个人的眼神和气质啊，常常是最能体现出实际年龄的。尤其是年轻人眼神中的那种朝气和青涩，一旦经过了时间的历练，就很容易转瞬即逝。别说是普通人想要模仿，哪怕是号称能永远演18岁的大陆老牌影星刘晓庆，单拎出一双眼睛来看，那也是妥妥奔七的老太太。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评判的话呢，那么照片里的女子至少应该也是27、8岁，或者是30出头才对。事实上啊，根据后来公布的正式身份文件显示，她在2023年就已经年满32岁。可就是这么一个成熟的大姐姐，却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啊，分别以16、15甚至13岁的年纪就读于美国波士顿的3所不同的中学，简直比电影《重返18岁》里的情节还要夸张离奇。可能看到这儿啊，很多常常上网的同学都会心照不宣，微微一笑啊。这大妈变少女在网上可不算是新鲜事儿。自从那斗鱼的游戏主播啊妙音娘子乔碧罗因为忘了关特效啊，从小萝莉变成菜市场大婶，吓得榜一大哥当场拉黑之后啊，网红们的翻车就成了家常便饭。无论是嗓音曼妙唱的人身子麻了半边的当红歌姬，还是身材火辣的擦边热舞女主播，或者是家境贫寒卖茶叶给爷爷治病的乡村小妹妹啊，在网线的另一头都有可能做着个抠脚大汉，用变声器 PS 换头 AI 聊天，挖了一个又一个陷阱，请君入瓮啊！一旦不小心踩进去，不仅是感情受伤，钱包受伤，甚至搞不好啊，还会缅北电诈员欢迎你。那说回到这个发生在美国波士顿的离奇案件啊，当家长们得知一个30来岁的成年人跟自己家10来岁的孩子每天6、7个小时一起上课吃饭，甚至是同用一个洗手间、一个更衣室，时间长达1年多没被发现，这到底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王法了？而校方面对家长的愤怒质问呢，也是欲哭无泪。我们其实也不瞎呀，奈何这个女人身上叠满了政治正确的 buff， 碰不得呀。要了解校方的无奈啊，咱们还要从大半年前收到的一起校园霸凌的投诉说起。那是一间位于波士顿名为 The English High School 的学校。您别看这个名字起的是如此的随意啊，这学校呢是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校，是波士顿当地呢历史最悠久的公立中学了。这样的学校不仅是对学生的成绩、对校风校纪更加看重。于是啊，当校方收到一封学生家长写来的邮件，里面措辞严厉地说自己家闺女在学校里被欺负了之后啊，立刻就引起了重视。校长呢，马上就叫来了几位相关老师以及管理学生日常生活的一位主任，要他们一定要对此严查。不久后啊，他们就调查出了一些大致的信息，说那名女孩呢叫艾莉，刚入学只有几周。她被欺负的主要原因啊，是因为有几个同班同学觉得她长得有点老。这个有点老啊，其实已经算老师们的客气说法了。在口无遮拦的同学那儿，他们就直接说艾莉长得像自己的妈妈辈儿，少说也有30多了，明明眼角的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但是却时时刻刻用力过猛的在装嫩，看着都别扭。一听到这个呀，校长有点为难。你想，一方面学校一直强调说对这类行为是零容忍，这些同学的做法的确构成了语言上的霸凌，来个记过处分绝对是绰绰有余的。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也不得不承认，学生们的说法的确有几分道理。这个艾莉长得呀，的确有点老成，别说不像10来岁的学生了，让他扭头开个家长会都毫无违和感。正在犹豫中呢，又有一封邮件发到了校长的邮箱里。这次写信的呀，是负责学校这一片儿童权益委员会的一位社工。他在信里头详细解释了艾莉的背景，说人家是来自南美洲哥伦比亚，7、8年前跟父母啊一起偷越边境线来到美国，后来父母不幸意外去世了，他就被送到波士顿的一个寄养家庭。先前给你们学校写信说他被欺负的就是这个寄养家庭的父亲。而至于为啥艾莉看着如此显老，社工也做出了解释，说因为人家呀患有一种罕见的先天性早衰症。
看了这封信啊，校长不禁是倒抽一口凉气儿。非法移民，是个孤儿，还有先天性疾病，这里头每一条啊都精准地踩在了政治正确的红线上。如果此事被曝光，分分钟就会有人在学校门口拉横幅啊。于是呢，校长大笔一挥，罚，给我狠狠地罚。那几个被艾莉点名的学生就这样被送回了家，闭门思过至少1周，再好好想想该如何跟人家艾莉道歉。这几个同学呢，倒也不是啥服软的主，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没错。艾莉不仅是长相捉急，而且举手投足啊都是一股子妈味儿，根本就不是同龄人啊。大家不过是扯下了他皇帝的新衣而已。于是他们坚决不同意道歉，而学校则表示啊，你不道歉就别回学校了，缺课太多就留级啊，我看咱们谁能熬得过谁。只能说啊，校方还是低估了青春期孩子们的倔强和叛逆。他们不仅没道歉，反而利用停学在家的这段日子呀，在脸书上建了一个群，就叫艾莉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觉得他太老了，我们在这里抗议。好了，再唱要交版权费了。这个群的内容呢，就是他们收集的有关艾莉的各种疑点，主要就集中在她的年龄和背景经历上。比如他自称是来自哥伦比亚，但是却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说。又比如说，他说自己的妈妈因为嗑药在医院治疗，父亲在坐牢，这跟他一开始讲的父母车祸双亡实在是差了太多。那一会儿说自己身世凄凉，一会儿又说自己无家可归，在卖惨和极度卖惨之间反复横跳，但每天却又衣着光鲜亮丽，嘴里还带着几千美元的牙套。更有甚者，还有同学在周末逛街的时候拍到了艾莉独自开车购物的情形。敢问谁家孩子13岁就能自己开车到处跑啊？随着这个脸书群的浏览量增加呢，隔壁学校也有人陆续加入。有人在看了艾莉的照片后就说啊，这姑娘跟自己学校之前的一个转学生长得很像啊，只是名字和年龄都对不上。那个女孩呢，名叫 Daniela，15岁，自我介绍说啊，从小被不负责任的父母抛弃，被社工从一个寄养家庭转到另一个寄养家庭，全部家当就是垃圾袋里这几件衣服，看着非常可怜。这么悲惨的遭遇让他在那边的学校获得了很多的同情，老师主动给他补习功课，同学也常常邀请他去家里头共进晚餐。尽管大家也觉得他看起来面相确实有点老，但是也觉得情有可原嘛，毕竟小年纪吃了这么多的苦，憔悴一点成熟一点也很正常。还有一个好心的老师想要收养他当女儿，但是啊，就在准备领养手续的时候， Daniela 突然就从学校里消失了。一路追问过去，负责他的社工却答复说，他在外州有个亲戚要收留他，已经帮他办了转学手续，接过去了。没想到啊，他隔了1个多月改名换姓之后呢，又读了先前说的那所 English High School， 而且年龄也从15岁变成了13岁。无独有偶啊，第3个学校的同学出来留言说了，这个 Daniela 在更早的时候还读过他们那儿的学校呢。他当时的经历跟后来虽不能说是大同小异，也算得上是一模一样，一样是在有好心人想要收养他的时候，马上转学走人了。唯一不同的呢，就是他在学校的登记信息是16岁。不到1年的时间里，从15岁到16岁，再到13岁，只能说连孙悟空都没他能变。于是啊，这些个脑洞大开的中学生们对他的身份就开始浮想联翩。他会不会是个俄罗斯间谍呀？圣战新娘恐怖分子，或者说是电影《暮光之城》里那些不老不死，只能一遍一遍反复读高中来掩盖自己身份的吸血鬼吗？就差没说他是三体人要入侵地球了。这么大张旗鼓的网上讨论呢，肯定逃不过当事人的眼睛啊。很快，校长的邮箱又收到了艾莉养父和社工的邮件，措辞更加的激烈，威胁说如果校方再不采取行动，不仅艾莉要转学，还要通知媒体进行曝光。这下好了，校长是气炸了肺呀！我让你们回家是让你思过的，居然给我搞起网上人肉了。于是呢，校长给出了最后通牒，再给你们3天时间，要么乖乖回来给人家艾莉道歉，要么就只有开除这一条路了。结果学生们根本就把这警告当成了耳边风，他们在这最后的3天时间里极限操作，将艾莉的照片放到各大的社交媒体进行扩散，决心一定要找出她真实的身份。结果在最后一天啊，有人就发过来了一张照片，
上面女子的五官呢，跟 Ellie 或者是 Daniela 有90%的相似度，只是看起来年轻了很多。而那照片下面的几行小字啊，更是让人细思极恐。姓名 Shelby Hewitt， 拍摄地点 Sharon High School， 拍摄时间2007年6月。也就是说，他在17年前就在读高中了。这下就连学生们的家长都坐不住了，他们拿着这张照片找到校长，让他给解释解释，你们这是中学呀，还是成人教育啊？这个名副其实的老学生到底是咋回事？被两头架在火上烤的校长只好去求助先前那位社工，你给我送过来的人可得给我兜着点。可就在这时呢，负责发送邮件的秘书却突然发现了端倪。那位社工留下的联系邮箱呢，后缀显示的是 massstate.us， 给人的感觉啊是马赛诸塞州儿童家庭部门的公务邮箱。但是如果上网搜一下，就会发现人家真正的政府部门邮箱啊，后缀是 state.ma.us。感情老美也会不小心掉入拼多多变拼夕夕的陷阱啊！在得知自己非常积极地沟通了大半个月的社工居然有可能是个假的，校长赶紧打电话报警，说有人冒充国家公务人员进行诈骗。另一方面啊，也赶紧派老师要把那个所谓的 Ellie 给找来。结果自然是人去楼空啊，就连他在学校更衣室的 locker 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连张纸片都没留下。不管是社工还是养父，也都是假的，而且从行文方式来看呢，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警方于是又转头调查这个入学记录，结果发现跟13岁女孩 Ellie Blake 有关的信息全部都是假的。而且这个 Ellie Blake 的名字呀，其实是来源于2018年迪士尼重拍版音乐剧《辣妈辣妹》，讲的就是母女二人被交换身体之后呢，人在中年的母亲被迫代替女儿去高中读书的故事。里面的女儿就叫 Ellie Blake。那换句话来说，但凡老师或者校长里头有一个人看过那部电影，估计这事儿啊早就露馅了。不过那个 Daniela 倒是真有其人，她是一个15岁的高中生，明显是被人啊盗用了身份。不过当警察拿着那个假的 Daniela 的照片给她辨认之时呢，她立马脱口而出：“这人我认识啊，这不就是我那个社工吗？”原来啊，这个女孩也来自一个问题家庭，父母都有严重的酒精和药物依赖，属于戒断中心的常客。于是呢，她所在辖区的政府的儿童家庭部门啊，便安排了一个叫做 Shelby 的社工定期上门，检查和监督她家的生活情况，评估父母能否对孩子提供必须的照顾。女孩回忆说啊 ，Shelby 的态度和善，比先前那些动不动就挑鼻子瞪眼的老太太社工好了不要太多。所以呢，两人曾经一度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大约1年多以前啊 ，Shelby 表示他家的情况已经稳定了，不需要继续跟进，于是呢就终止了上门家访。Daniela 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呢，还很是失落。结果没想到，自己那个最信任的社工，在盗取了他的全部身份信息之后呢，摇身一变，代替他成了一个高中生。无独有偶啊，刚好之前学生们找到的那张07年的照片，上面的人呢也叫 Shelby， 应该就是同一个人无误。警方呢又一路找到了儿童家庭部门，结果发现这个 Shelby 的确是他们的一个全职员工，主要负责一些问题家庭儿童的心理问题。他呢在2016年入职后，工作反馈一直很好，不管是同事还是他的服务对象，都说他性格温柔，善于倾听，非常适合干社工这一行。不过他还是在2年后提出了离职，直到2021年，由于疫情冲击嘛，社工严重短缺，部门不得不面向社会进行招聘，而 Shelby 在这个时候又再次出现了。由于是过去的老员工，所以他很快就被录用，重返岗位。当问起到底要怎么才能联系上这个 Shelby 的时候，负责人露出了一脸尴尬的表情。他现在啊还是我们的员工，所以呢，我直接打电话把他叫过来吧。听了这话呀，警察直接当场石化。啥？您这意思是说他在全职当社工的同时，还在3所不同的高中朝九晚五的上了1年多的学？这人是真的时间管理大师啊！结果啊，还真就跟那个负责人所说的那样，一个电话，Shelby就过来了，被守在办公室门口的警察逮了个正着。
似乎早就预料到了有这么一天，肖比第一时间就找来了自己的律师，对自己如何分身饰演高中生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一概不做正面回答。不过警方呢倒是琢磨出了这个 how， 大概率是肖比利用自己做社工的职务便利，偷偷复制了服务对象的出生纸、家庭住址、父母信息等等，然后配上自己的照片放到一份寄养文件上，完成移花接木，年龄呢也从32变成了13。根据美国麻省的法律寄养家庭的孩子可以免费且无条件就读附近的公立学校，校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这就给他冒名入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那就是 Shelby 如果作为社工自己送自己入学的话，很容易穿帮嘛。于是呢，他就干脆花钱买下了前面说到的那个足以以假乱真的假儿童局网址，找人做了个假网站不说，还在里面注册了一个不存在的社工名字，配上了简历背景以及联系邮箱。这样一来即使学校根据邮箱的地址查过来，也不会穿帮。而实际上呢，他入学的前2所学校压根就没起疑，而且还出于对他的同情，减免了学杂费和午餐费，还专门让老师给他补习功课，甚至还破格把他加入了学校的篮球队。在选球衣号码的时候呢，Shelby 给自己选择了32号，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暗示他已经32岁了。那为什么在好心的老师提出要收养他的时候，他就跑路了呢？怕穿帮是一方面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呢，他其实已经被领养了。原来在这之前呢，他就已经用假身份和假社工推荐这个形式频繁出入了几家心理康复和治疗中心，理由是他患有焦虑症和厌食症。结果呢，有一个心理医生看他可怜，就打算收养他做女儿。为了怕这个收养过程中出现破绽，Shelby 赶紧又去自己的假网站上登记了一个假社工，专门跟心理医生进行联系，从唱双簧变成了唱3簧。之后他又做了一大堆的假文件，成功给自己傍上了这对比自己大了还不到10岁的养父母。不明就里的夫妻2人呢，就这么成了他的长期饭票，对这个从天而降的老女儿视如己出，不仅供她吃穿用度，还花大价钱给她整牙。说起这个整牙差点就让她暴露了。怎么回事呢？因为牙医从她的牙齿的磨损程度和骨密度上就起了疑心觉得这怎么看怎么都不像是个10来岁的青少年。正在琢磨应该如何跟养父养母提一嘴的时候，邮箱里就收到了所谓社工发来的邮件。就跟后来校长所说的那样，直接把政治正确的 buff 叠满，暗示说要是牙医敢质疑，分分钟歧视的大帽子给你扣下来，诊所都甭想开了。牙医呢当场决定闭嘴反正自己也没少收1分钱，爱咋咋地吧。这一番操作不得不说 Shelby 是把政治正确这把尚方宝剑使的是炉火纯青，更是把社工这一行彻底玩明白了。根据维基百科上的词条解释呢，这社工的主要工作目的是帮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帮助穷人、有成瘾行为而丧失工作的人，以及妇女儿童、残疾人、老人等弱势群体。这样一份工作呢，不仅需要具有专业性，还要心怀大爱和奉献精神。有不少社会关系学甚至是临床心理学的高学历人才，放弃高薪的工作当起了社工，一干就是一辈子。不过就跟很多职业一样，这社工里头既有大爱无疆、天使在人间的，也有各种得过且过、上班摸鱼的。尤其是在政府管辖下的一些部门呢，更是如此。比如本案女主她就职的这个儿童家庭福利局，这个机构建立的初衷是为了促进儿童和家庭的安全和福祉，后来呢，慢慢演变成了一个主要处理儿童安全方面的部门。一般来说在收到相关投诉之后，他们会派出社工进行访问和评估，走访孩子的家人、邻居、朋友以及老师，最终决定是否要通过法律手段临时或者长期剥夺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权。这样一来呢，他们的工作就有了2个特殊性。这一是作为孩子的父母，大多数时候对社工提供这服务是不会领情的，完全是出于对失去孩子抚养权的恐惧，才勉强配合他们的上门工作。就像谚语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说的一样，这些父母的内心深处觉得这社工不出现就意味着好事自己偷偷庆幸都来不及，别提会主动找上门去问他们啥时候回家里来坐坐了。这2就是由于这工作呢，大多数时候需要和人打交道，
而且呢是出于保护隐私的需要，常常是1对1进行的，这就导致了社工的工作时间和地点都很不固定。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干脆就把写评估报告这样的事儿拿回家去做了，根本连办公室都省了。就跟很多政府部门一样，只要上司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了社工给出的跟进报告，就能够进行下一步的程序，那么也没有人会多此一举去瞅瞅看这社工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呀。这就给了 Shelby 一个天大的空子可钻啊！他只需要每周花一点时间填一些表格，把之前写过的那些报告稍作修改，复制粘贴，最后伪造几个签名，上传到上司的邮箱，自己这个全职社工的工作就算完事儿了。可能还没有他在高中写作业花的时间和精力多呢。根据波士顿邮报的一篇报道，Shelby 作为社工，每年薪水是5万美金，一直领到了他被捕。虽说单看这个年薪呢，并不算特别高的那一类啊，但是对比他实际的工作量，简直就跟白给一样。收入稳定，工作轻松，福利优厚，还不用打卡坐班，这样的神仙工作，很多人做梦都想要来一打。难怪在文章最后这记者都不禁吐槽说，原来我们每年交的那些税就是这样被花掉的。查了这么多，警方最关心的还是 Shelby 这么积极的回学校上课，他到底是图啥呢？因为这也直接涉及到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罪名来起诉他。首先就是钱，除了学校给他减免的那些费用，以及心理医生一家给他整牙这些花销之外呢，他还真没从这个事儿上得到别的经济上的好处。你说他自个儿也从未要求过捐款捐物，都是那些爱心人士看他可怜，主动哭着喊着给他送衣服送东西，不收还不高兴。这多说一句在那个著名论坛 Reddit 上呢，就有很多网友爆料说，那对被骗收养他的心理医生夫妇在事件曝光后没多久就提出了离婚，理由是女方发现丈夫做出了严重违背婚姻忠诚的行为。如果这个离婚跟收养32岁的养女有关，那是分分钟能让人脑补出一个现实版的孤儿院来警方后来还发现Shelby 他自己也并不缺钱，他不仅有近100万美元的存款，以及一处位于波士顿市区的公寓，再加上他当社工每年轻松入账5万美元，这经济状况远远好于大多数同龄打工族那既然不图钱，有没有可能他是图色呢？其实这事从一开始被曝光出来，就一直有人怀疑说Shelby 可能是有某种变态嗜好，他重回高中就是想要对那些少男少女们图谋不轨。这个说法让很多家长陷入了恐慌，扬言要把把关不严的学校给告上法庭。不过很多跟他有过接触的同学都指出，他性格呢沉闷内向，每天除了上学放学，很少主动和同学们接触。他也没有社交媒体，不玩短视频，也不听 hip hop， 在青少年中属于老古董一般的另类。再加上长得实在显老，所以在学生中呢并不受欢迎，更别提发展什么校园恋情了。后来就连波士顿的华裔市长伍米都出来说，没有任何学生受到心理上或者生理上的伤害，请家长们不要焦虑和紧张。那就奇怪了，你说他既不图财又不图色，费那么大心思当回中学生，到底图个啥呢？难道真就是老黄瓜刷绿漆装嫩吗？由于 Shelby 在被捕后除了表示不认罪之外，他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所以他的动机到现在依然成谜。不过呢，有一些心理专家分析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想要回到过去，通常有2个原因，要么就是因为那段时光是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想重温一回，要么就是因为当初曾经留下了巨大的遗憾，于是想要弥补。Shelby 到底是想要重温还是想要弥补呢？为此波士顿邮报的记者走访了他的父亲，也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直系亲人。父亲回忆说作为中产阶级的家中独女， Shelby 从小就得到了父母的全部关爱，而她呢也聪明伶俐，各方面非常出众。小学结束后，父母把她送到了波士顿最好的一间私立中学，她不仅成绩依然名列前茅，而且还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队，成为了里头的明星队员，也成为了那个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在她的年度纪念册上，老师曾经写道，你就是为了哈佛那样的名校而生的。可是这样的美好仅仅持续了2年。到了中学第3年，也就是美国学校9年级时呢，父亲遭遇了投资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不仅申请了破产，一家人也从别墅搬到了一栋普通的郊区平房。
Shelby 的生活质量肉眼可见的降低，以前小公主一样的名牌服饰被大卖场的廉价衣物取代，手机也只能用几年前的淘汰款。在富裕学生云集的私立中学，她开始慢慢的被边缘化。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不仅是成绩开始直线下降，精神也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幻听和严重失眠，随后被诊断为轻度抑郁症。在几次不受控制的大哭大闹于课堂之后学校建议他进入一个专门的班级学习。这里面的学生要么是有学习障碍，要么是有精神问题，美其名曰是特殊情况、特殊教学，但实际上就是把他和别的孩子隔离开来。这让 Shelby 变得更加的孤僻，而偏偏这个时候受不了苦日子的妈妈又跟父亲提出了离婚，搬回娘家居住，把孩子丢给了负债累累的老公。这对于 Shelby 来说，无疑又是沉重的一击在抑郁症的基础上，他又患上了饮食失调，在暴饮暴食和厌食之间反复横跳。田径队员的好体格很快被消耗殆尽，最后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休学1年。就在他好不容易恢复到可以回学校继续学习时父亲却再也无力负担他在私立中学的学费了。于是他只好转学去了一间不管是教学质量还是学习风气都比较一般的公立中学。而他也知道，哈佛的大门已经对他关上了。中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一间专科学校学习人文科学。离开了千疮百孔的原生家庭后他的精神状态开始慢慢的恢复。后来还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波士顿大学的硕士学位，之后应聘成了一名社工。事情发展到这儿似乎是一个坚强女生逆袭的励志故事，但之后的画风却渐渐的开始有点跑偏了。2018年多年未见的母亲再次找到了他，而这时母亲已经患癌晚期，时日不多。Shelby 不仅没有怪罪他当年的离去，反而是辞掉了工作，尽心尽力地照顾了母亲人生的最后一程。被女儿的一片孝心感动，母亲在临终前告诉他说，其实你外公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去年离世的时候留下了巨额的遗产，可惜当妈的也无福消受了，所以只好转赠给你，也算是对这些年缺席你生活的一种补偿了。这也是 Shelby 银行账户里那100万存款以及名下那所豪华公寓的由来。那突然就实现了财富自由的他，过了一段每天睡到自然醒、逛街美容买的惬意生活，但是却依然无法弥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尤其是当他回顾自己的前半生，因为各种外界因素而和名校擦肩而过，这事儿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意难平。其实按照他这时候的经济实力，读一个哈佛的成人继续教育学院，那拿个学位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他却觉得这个学历的含金量实在太低了，自己就要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于是这个重回高中的念头慢慢的开始成型。就像之前说到的，他的社工工作经验让他知道如何钻教育系统的空子，而利用工作之便又能轻易的获取别人的身份信息。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为了13岁的高中女生。本来他是合计着凭自己30多岁的头脑和人生阅历，回到一群10几岁的孩子当中，简直是降维打击嘛，过家家一般就能大杀四方，进入名校，重启人生。结果只能说这梦想很丰满，现实呢很骨感。他不仅是学习没跟上已经多次更新换代的中学课程，脑子也跟不上新兴人类的思维进度了。就像是一堆 Windows 10的系统里面突然混入了一个 2.0， 又慢又带不动，还无法进行升级，怎么看怎么别扭。其实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们当中很多人随便挑一份网上现在的高中生考试模拟题来做，估计都够呛能拿个及格。于是呢，想象中的碾压局并没有出现，反而是因为他的各种格格不入东窗事发，锒铛入狱。最终检方以多项伪造文件和身份盗窃的罪名起诉了 Shelby， 他对所有的指控均不认罪。律师呢也尝试用心理健康的问题为理由来为他进行辩护。目前此案还在审理中，下次开庭呢应该是2024年的6月份。这场32-13的闹剧可能对他来说真的就是猜到了开头，但却没有猜到结局。奥地利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这句话呢用在 Shelby 身上也并不为过。
哪怕是有了一份轻松惬意的工作，天降遗产，做到了财富自由，他也依然试图用欺骗的方式重启人生，觉得如果这样做了，才能真正弥补遗憾，治愈自己的童年。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阿德勒的那句话呢，其实还有后半部分，那就是一个人终其一生，主要追求的是2样东西，一样是归属感，一样是价值感。真正拥有了这2样，那么不管是经历了多么大的童年创伤，也能不治而愈。如果不在这上面做出改变，哪怕你的人生能够像游戏读档一样反复重启，最后也会殊途同归，回到同样的一个结局。咱们下期再见。